好，我们看一下，今天呢，给大家伙儿做一个《西游释厄传》的一个速通啊。这个速通呢，也是《西游释厄传》群魔乱舞版本的原版。因为大家伙儿都知道啊，《西游释厄传》在 Super 的版本的基础上呢，又改了群魔乱舞版、群魔乱舞 Plus 版、群魔乱舞伏妖版、什么伏魔版什么的啊，乱码七糟的版非常的多。那么今天呢，给大家伙儿解说的这个呢，是来自于业火三灾给大家伙儿表演的红孩儿啊，也就是说，大家伙儿都知道啊，这因为有很多这个妖怪啊，也是咱们可以选。我不太清楚你们能不能理解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妖怪啊，比如说红孩儿，其实你说他是妖怪呢，对吧？牛魔王的儿子妖怪啊，那大老虎啊，虎力大仙，对吧？白象方便面啊，对吧？这都是啊，都是。但是呢，咱们在这里呢跟大家伙说一下，这个版本啊，因为咱们可以选关，所以说你们说，哎，第一关上来不应该是金角大王吗？不对，因为咱们为了速通啊，可以说更好的分配一些血量或者宝物的这个积累啊，所以说呢，咱们用速通的方式啊，咱们就只能说是通过合理的选关。那第一关先选择盘丝洞，这个游戏啊，咱们可以看到，咱们是用红孩儿，红孩儿这个人物呢，是目前啊人脑啊这个速通在原版基础上最快的一个人。但是啊，我要跟大伙儿说一下啊，他虽然说是最快的，但是呢，它是究极难度最快的，它并不是普通难度最快的。如果是普通难度的话啊，还可以要选什么，比如说有人用悟空或者是龙马呢，反而会更快一些。但是如果要是说你选这个普通的啊，不是究极难度的，红孩儿实在是在能量方面上实在是太占优势了，因为他的元神出窍啊，虽然说并不是什么你看，就他这个就是元神出窍。说白了，这个元神出窍啊，速度非常的快，伤害呢还是非常的高，所以说呢，咱们变得非常快啊。你们就知道，它在有限的能量以内呢，可以打出更多的伤害。而普通难度呢就不一样了，因为普通难度呢，它的这个能量的限度非常的高，所以说呢也就无所谓啊，也不像这个红孩儿这样的。那么当然咱们可以看到呢，先是第一关，然后打到了蜘蛛王，咱们跳过了很多的这个地方啊，这也是这个游戏很多乐趣的地方，因为咱们跳过去之后啊，打的就会非常的快。好了，看看啊，开录像了啊，谢谢提醒。这个多谢大伙儿提醒，但是确实开了。咱们这个你看啊，咱们的这个群魔乱舞版原版呢，它除了在 Super 的基础上呢，加上了一个功能，就是大型的元神出窍。那元神出窍练完之后啊，咱们会用掉超级能量啊，就是把这个自己的能量啊，只留下这个没有万的一半，所以说就会非常的少，就相当于你在最后一刻的时候练那个技能啊，非常的好的。用那个招式呢，也是在今后啊，咱们小狼跟大家伙儿解说那个刷分的话啊，是要用大元神出窍的，因为它加分啊实在是太多了，知道吧？加的分数非常多。红孩儿呢，在究极难度呢，它这个你看，秒怪的方式呢也比较简单，就是以一个自身为这个一个点，然后就半径的范围内啊，这个打出群体 AOE 伤害。它这一点呢就比其他人方便，而且特别的快啊，这个确实要强调一下。当然咱们可以看到，现在第二关来到了咱们的这个车迟国。车迟国这个地图呢，3个 BOSS， 但是血量都不是很多。咱们这个红孩儿的玩法啊，我个人觉得呢，就是元神出窍是最稳的，不要扯什么什么乾坤十连斩呐、会员功啊，对，这个大元神出窍是要练的，就这招。这个大元神出窍啊，是真全屏定屏式的元神出窍，而且血量非常的多。基本上啊，甚至还有很多玩家特别有意思，就是说4个人一起玩，然后呢一起元神出窍来秒 BOSS， 然后这边练完了那边补，那边练完了这边补，这边练完了那边补，那边练完了这边再补，然后这边练完了第一个人又重新补好了啊，或者说是练这个红色小豆豆，用红豆豆啊就可以给自己长满能量，然后练一下子。就这个刷分啊，确实太适合了啊，就没有比这个刷分再适合的招了。如果说呢这个，所以说之后给大家伙儿解说刷分的过程当中，大家伙儿也可以看一看。而这个咱们可以看到一个定住，然后把气儿补满。咱们自动消气儿的这个特性啊，它是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说，在一个地图之内啊，不过图的情况下，咱们长到一个超级大万，就是最终极的万的时候呢，它长满了之后啊，就可以这个练元神出窍。其实呢，2个万啊就可以练小元神出窍了。不过为什么要长到大万呢？因为在最后一点的时候呢，咱们要练大元神出窍，它是需要满的啊，它是需要这个最终的这个大万啊，就是这个
咱们佛家讲的这个效果。咱们看，这是一个小技巧，利用一个小道具呢，是卡住了这个 BOSS 的这个出场，然后咱们可以快速移动，可以给自己把气儿长满呐，等等之类的招式。这个全屏招怎么放的？我跟大家伙简简单单讲一下啊，就是元神出窍练，我是这么练的啊。至于你们怎么练，我不知道。我练是这个，就这个火龙吹着这个大元神出窍，这个元神出窍，我告诉你我是怎么练的。我是用元神出窍普通的练法，然后摁那个加气儿键，就练出来。加气儿键就是 ABC， 就是啊，就是加气儿嘛。红孩儿就是拿个枪啊，就加气儿。就是你普通元神出窍前后下前手，就是普通元神出窍前后下前加气儿，它就是练这个大招啊，就是前后下前 ABC， 到底是 AB 就好使还是 ABC 才好使，我也不知道。但总体来讲呢，就是我告诉你是这个意思啊。红孩儿是汉奸吗？你不能这么说呀。红孩儿严格意义上来讲呢，他后来不也是善财童子吗？是不是啊？这里面还有很多妖怪呢啊，你像什么小银角。白象方便面，还有这个虎力大仙，对吧？这都是啊，这都是群魔乱舞啊，可以使的招。咱们这回呢是火氪金，咱们的这个红孩儿的属性跟孙悟空啊它是一样的，都是火属性。你们懂吧？啊，这个火属性的话呢是火氪金，所以说对于这关来说啊，好了，震一下，好了，还能再鞭尸，你看没看见？咱们看一下，不是这个鞭尸，我的意思是一个塔，然后接上一个大元神出窍，能在地底下给他打一个2连斩，然后呢再追地一下，这个是非常的凶狠的，直接把这个大鹏王给秒了。然后开局放噬恶剑，这些宝啊也是群体 AOE。咱们之所以呢这个速通啊有一个悖论啊，就是说你要把气儿长满才特别的快，你要不长满呢，咱们练不了元神出窍，有的地方就会特别的慢。在这个地方呢，咱们要卡住这个点啊，你会发现。有的时候呢，就是没有必要把气儿攒到满啊，所以说有的时候放一些道具，然后利用咱们的红豆豆啊，强制性的把自己的气儿长满，或者说是吃底下那个有点1000分，那个1000分呢，也可以把当前的能量管呢补满，就可以了。好了，可以看到这有一个灭阴阳五行，这里面是一个白象方便面啊。这个白象呢，咱们基本上啊，火氪金打它会非常的快，给它推死之后呢，它会直接钻地底下。一个瞬身之术，嘿，地遁术，然后咱们也是跟着地遁掉到了这个八卦炉当中。先看坑阵，观看离坤队是吧？啊，好的，一个定完之后，第一个漏洞先是放一个小红珠，这个小红珠啊，小红珠就是能量珠，然后小白珠就是定珠啊，这个你们都能理解了啊。好了，一顿震，最后再练一个兔，伤害掌握的怎么样？刚刚好。但是你打的再快啊，也要等到他把血量减完，你才能过关啊，没办法啊，这个是没办法的，你打再快也没办法。好了，可以看看这个 BOSS 应该会给一定的补给，咱们要吃啊，玄冥斧是肯定是要吃的，然后直接进屋，不用考虑那些有的没的啊。开录像了，这个列娜啊，确实是开了啊。好吧，一顿震。哎呦我操！这一下真是凶啊，兄弟们，捡起来，走啊！这个白银狮子，我一看这个白银狮子，我就想起来那个什么啊，就想起来那个，就是三国杀里面有一个有一个狮子，这个狮子呢，就是拿掉之后啊，可以加血，然后还免除这个高伤害啊。好了，在这个地方你看这有个 bug。相当于小兵不打你啊，这是一个卡点，然后咱们把自己的气儿长满，长到2颗气就可以啊，2个万就可以选择这个元神出窍了。当然，咱们这个究极难啊，你看它这个能量啊，确实消失的非常快啊，这一点呢是大家伙需要注意的啊。如果说是这个，当然还有属性克制啊，对于伤害来讲的这个问题。反正总体上来讲呢，它这个选人方面上，对于宝物的积攒啊，都是有定数的，知道吧？就是必须要弄好的。当然选关方面上啊，最后的火焰山肯定是要控制的。来看看这个红孩儿呢，我感觉长得有点像他这个装扮，这个红孩儿的装扮啊，咱们正常它是红色的啊，为什么招完之后就变成一个蓝色的红孩儿？这个真的是啊，头发都是蓝色的，真的是。有点皮啊，有点皮。红孩儿啊也是特别屌啊，他的家族啊，你会发现他很厉害。
对吧？他的母亲，对吧？他的母亲铁扇公主就不用多说了啊，肯定是他母亲啊。他的父亲是谁？好像很多人说的是吧？啊，很多人说的那个是吧？好，不说啊。然后呢，这个他母亲呢有关系啊，他父亲又是妖界第一大魔王牛魔王啊。然后呢，他还有一个叔叔，他这叔叔呢是掌管着这个整个西游中心啊第一堕胎这个泉水的这个供货商啊，也是非常的有钱啊。你想要打胎，你就只能找这个啊，不知道你们懂不懂我的意思啊？一个懂啊。最后火焰山不是儿子打爹吗？对呀，这我曾经解说过红孩儿的这个视频，但是那次解说的并不是速通。但是我跟你讲，那次我解说红孩儿的时候最有意思在哪儿呢？就是说这个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这个牛魔王跟这个咱们的这个玩家啊说话，咱们玩家呢就跟他对话，然后呢咱们玩家跟他对话特别有意思，说我是你爹啊什么什么的啊。好了，这红孩儿 vs 红孩儿。这是咱们这不叫红孩儿啊，叫蓝孩儿啊，蓝孩儿，一个是蓝孩儿，一个是红孩儿，你看，对吧？红色呢就代表有点他妈的坏了啊，很多你看反派，为什么很多反派都是红色的呢？真的是，好了，哇，这个天罡火有点东西的啊，你看什么红骷髅啊、红坦克啊，这些都是坏人啊。但是呢，你什么？你看，所以说你看什么这个吧，这个蜘蛛侠虽然说是红色的，但是它不叫红蜘蛛，对吧？然后钢铁侠是红色的，它不叫红钢铁，是不是？但凡是红色的啊，都给人一种感觉不安、焦虑的感觉。所以说红色一般都，反正是，但是你名字里面叫红色啊，一般都是有点坏啊，就是也，咱不能说绝对，但是有点啊。但是呢，你要说蓝色一般啊，都是见得比较忧郁啊，显得比较正义，是吧？啊。也就是包括你看咱们说红灯停绿灯行就是红色反正多多少少的让你注意一点啊。那个是火云刀吗？他妈的火云刀我也看不见火呀，我他妈看着感觉那是火云刀吗？我看着有点像天罡火啊，我寻思天罡火跟孙悟空的不是一样的东西啊，太嘚儿了。那我不是啊，这是天罡火，你看，但是我认为啥呢？我认为它那个火呀，刚才那个火呀，就那个火云刀啊，它空中根本就不下流星雨啊，那有流星雨它不就陨石吗？那死的老惨了的呀，它怎么就没有陨石啊？真是喝的。好的，玄冰斧，3个玄冰斧，这种大宝只能吃3个。好了，玄冰斧。小宝啊，我跟你说啊，小宝是相当重要的，你们永远记住啊，不要瞧不起小宝，小宝有的时候比大宝狠，知道吧？好，一个玉净瓶，玄冰斧，这个火跟火啊，它俩不相克也不相生，所以说这个就不用多说啊。玄冰斧应该要瞬身之术了吧？射妖镜，这个地方没办法，他自己跳下去，然后屏幕一变，然后又跳出来。这个愣瞪，这个地方是无敌的啊！他现在是无敌的，他是要重新再跳出来，看一下，一个跳，然后落地被火。看到啊，这个打血并不是特别多。好的，最后一个大元神一吹，啊！红艾尔他有个弱点，就是他的下跳并没有那么厉害，他的下跳啊反应速度特别慢。同样是拿枪，你看龙马的下跳第一时间就是下跳左右，他的下跳就是。这样式的一个舔的身子啊，比较皮啊。好，看看这个愣瞪，其实这个我觉得也是目前全网已登记在册啊，目前人脑最快的了。但是呢，它是究极难最快。还是那句话啊，这个有机会给大家伙做那个什么，做那个龙马的。做那个龙马啊，或者孙悟空的啊，他的速通啊，但是他们就是普通难度啊，特别快。个人觉得呢，有的时候吧，元神出鞘，它定义不一样。你比如说咱们这个元神出鞘的连招，就是元神出鞘，打小兵打 BOSS， 就是只有最后一下的时候变成大元神。而其他人呢，他的元神出鞘可以通过某种方式去连啊，不像这种方式，所以说也不太一样。你看咱们这有一个赖招啊，用小道具然后卡住 BOSS 出场，然后也通过乾坤10连斩呢。咱们这个版本啊，
无论是你氪还是不氪，都是可以这个乾坤10连斩来取消。只要你取消掉呢，你的这个气儿呢就是清零，但是你的万呢保存着。所以说你只要吃一个1000分，就可以让自己呢变成满气儿状态。好的，可以练超必杀了。照射镜没有，他补气儿的时间还是有点长，所以说他选择用2个小宝把这个海胆王给弄死啊。他这个特别的恶心。好，一个元神。吃这个小1000分啊，是玩 Super 版本啊必备的。Super 这个版本啊，对于这个1000分这个这个东西太重要了。你不是为了它贪分，对吧？你只要是为了它这个吃这个东西。好了，咱们可以看到，咱们在这个版本当中呢，采用了变身，变成了土克水啊。好，咱们把自己啊，就是让自己的幻境遁入进去，然后呢，来一个乾坤10连斩。好了，放一个蜜。再捡起来，有点浪费时间。我个人觉得，很皮。他肯定是要这个道具还是有用的。现在选择用元神一撅。咱们在自己的幻境当中啊，咱们长气儿的速度快得跟狗一样啊。好了，你可以看到两个万，一个撅。咱们用这个，很多人说看起来没有红孩儿快啊。其实呢，你打的多快都没有用。你主要有一点，你看打死之后，他血还要自己往下涨的，没办法的。这种情况下，你就只能等。你打死小兵了，小兵还会再刷，知道吧？还会再刷。所以说你不用打他，哎，这会儿打他无所谓了，他不会再刷了。你只要这个 boss 的血量再减，那就没有任何的办法。好了，咱们看雷电戟呢没有吃到，咱们有一个金刚咒啊，没办法。这里面呢，其实啊，你会发现啊，咱们这个利用这个变身的方式啊，来这个克制对方啊，也是情理可原。因为咱毕竟是要打速通嘛，速通就是无所不用其极啊，就是说你只要啊，咱们赖就是要赖，你能用到的 bug 技巧啊，甚至是玩，当然你不能开挂就是了啊。你不能说我开一个无限气儿的挂，那就玩赖了。只要这个系统它是这么定义的，咱们就可以用啊。有好多这个速通让你们不理解。之前我做那个脱狱不也是吗？啊，利用卡墙 bug 卡场景 bug， 直接就是直升机来接，那绝对是 VIP 充钱形式的啊，不用多说。好，咱们看一下，又是利用一个小道具，每次用这个小道具来卡，然后你看咱们气儿在涨，等它出来之后，咱们把气儿涨满，然后开始2个小水怪。哎，我一直觉得这个小水怪啊特别的恶心啊！你看啊，这个小水怪是这样的，他先是死了之后呢，你看啊，这个水怪把另外一个水怪给吞了，你看啊，然后吞了，然后变成大水怪。我感觉这个设定啊，真的是2怪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一个火，好了，没死，一个定珠，再放一个鸡格隆咚。再吹一个元神出鞘加一个火，好了，一个小回旋镖。他这个方式呢，很多人觉得看不懂啊。再回旋镖，反正呢你怎么打都行。我个人觉得只要他死了，你这个血呀，它并不像咱们3国秒杀，一下秒掉了那个血就哇就死了，对，瞬间就死了。这个不一样，这个死了这个血啊慢慢减，死是死了，但这个小兵还会再往出刷，你看。小兵还会再刷，小兵以为老大还没死。好，过关，非常的赖啊！我感觉就像这种玩家，像这个，比如说咱们这个玩家叫夜火三灾，我相信啊，肯定他也有更好的成绩，或者说也有更好的人，可能会有人比他玩的更好一些。但是呢，你会发现这些高手啊，都有一个特点，就是说除了技术好啊，就是本身就是玩游戏就是有这个技术好，再有就是他把这个游戏摸透了，你知道吗？这个游戏就跟他家研究似的，就跟他家开的似的，你知道吗？真事儿啊！这种感觉就是他他生命就是这游戏的感觉，就是你比如说你像那个丁俊晖，对吧？他打台球的感觉，台球就跟命一样啊，就真的是太了解了，没啥说的啊。好了，可以看到现在这个1000分等着，看不看见？这个等着，很多人说等他没这个也行，其实呢，他有一个强制的办法，在你气儿满的时候，你不用等他没，你只需要像刚才他那样练乾坤10连斩，只要你乾坤10连斩，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啊。当年灰灰的大水怪人民少数期。好了，这个混元功啊，这个混元功，我操！这一个小孩在空中蹲着，不知道给那好像蹲着给那上厕所呢啊，然后啪啪发大波啊，现空山无底洞。
哎，说句实在话，你们觉得那个繁体字好看还是简体字好看？严格意义上来讲啊，繁体字确实好看，立意呢也比较深刻。但实在是啊，作为一个学生啊，我实在是不愿意，我感觉浪费笔啊，我觉得有点浪费。但是繁体字确实好看，也确实帅啊。但是我小的时候就特别讨厌这个繁体字在哪儿呢？就是让我写繁体字，然后呢。啊，这一个字写10遍，写20遍，这个噩梦一样啊！好了，那时候我就学那个书法，我学书法呢，就是有一个特殊的东西，这是什么东西呢？就是传说中的这个就是写那个龙嘛啊，学毛笔字写那个龙，知道吧？我说那龙多简单啊，一个横一个撇，一个竖弯钩，然后一个点儿什么，是吧？就是了。他说龙是繁体字那个龙，我说龙啊，那太嘚了啊，双截龙那个龙。我狼最好看，你这个秋风哥，秋风哥真的是过分了啊！哎，咱们晚上晚一点的时候，要不然咱们整一个小节目啊。就是水友打王者荣耀，或者说是啥的啊，然后那个水友一起打啊，就不是说排位什么匹配啥的，就是找10个人然后打，但是凑齐10个人，感觉还是挺难凑的啊。好了，看看9。冰冰，好，救命啊！你现在赶紧去救师傅啊！这小妖你真的是啊！好了，这个老鼠精要跟红孩儿抢夺唐僧，一个想要找唐僧吃肉，一个想要找这个唐僧来当老公。哎，你们知道啊？为什么这个很多妖怪都喜欢跟唐僧，对吧？成亲吗？你们知道为什么很多人想要跟唐僧成亲吗？按照我们现有的理论，好的，咱们看一下，直接啊，金克木啊，金克木，来看看乾坤10连斩上来，先来一下，哼，玛丽玛丽贝贝哼，好了，看看这个是利用小升龙来打啊。长气儿速度快的要死，可以无限连啊！这个就是真无限连。嗨，行，我待会儿加啊，不着急。我们现在还要解说很多视频呢啊，有三国啊，还有一个西游的摊分啊，然后我们还有一个那个什么，还有一个战斗回路啊。其实我不会玩啊，是这个意思。但是咱们看看，我玩过 LNS 3.0，所以说战斗回路的人物我还了解一点。咱们看看这个啊，我个人觉得呢，是时候来个真正的活法了，练个大必杀吧，兄弟。对，一猜就是这种情况下肯定是要来大必杀了。他其实这么打，我个人觉得是最稳、最省心、最稳，其实就是在某种意义上呢，就跟快啊也是沾钩的。只不过呢，有很多高手要打的话，因为这个遁入幻境了啊，你就无所谓。咱们看看白色内裤。白色的啊，昨天抢红包的钱给我办卡，昨天群里面红包爆炸了啊！好了，看看这个愣的，一顿炸，炸是过瘾啊！你看，好的，一个大，这个加分你看一下，你看218万，看吧，224万。218万变成224万，相当于什么？相当于6万。那么刚才如果是3个小兵的话，一个是2万分，知道吧？你看，咱们看一下，这是3个兵，225万，233万。你看，非常厉害啊！那刚才是4个兵，不是3个兵啊，还是4个兵。来，这是来到了第1关啊，咱们看一下，很多人说这个关我看不明白，我再次重申啊，它这个版本啊，咱们这个群魔乱舞版本是可以选关的。选关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这个在速通的基础上，你有的时候啊，你攒这个宝，而且这个
你对吧？是非常有用处的。有很多地方呢，它的路子啊，就是你通过关卡来分配是比较好的。好，来看看跳过来，然后直接过，不用考虑底下那个小银角啊，不用考虑它，因为它是个锤子。反正打不打死它呢，就是一个支线任务啊。咱们只需要完成这个金角大王的这个就可以。金角大王，那明明那个角头顶上是绿的，你非得说是金角。有的时候我觉得很多游戏制作人嘛，他就是真的是有点就是欺负老实人，他就不把咱们这些观众当回事儿。那你既然叫金角大王，那头上那个角一定点是金色的呀，你整个绿色的，我不由得怀疑金角大王的媳妇儿有点东西的啊！你看，你看看，是不是绿色的？你看，对吧？你不要说，哎呀，小蓝啊，那个红 RGB 红绿蓝，对吧？这个黄金就是黄色的嘛，然后但是咱们三原色是红绿蓝，是不是啊 ？RGB 嘛，对不对？然后这个绿色的其实也是黄色啊，也是金色啊，也有绿色的金色，你不要给我扯啊！不要以为我什么都不懂啊！这招明明叫老汉推车的，兄弟。好了，那么可以看到啊，这第一关它就是第一关啊。第一关反正是这个金角啊，就是被无情的蹂躏啊，他也就在打我的时候能稍微的硬气一点啊，让我接个币啥的。好了，来看看这个太上，哎，你没发现太上老君全是事儿啊？好多妖怪都是太上老君放出来的，就好多妖怪都是神仙，你说为啥呢？他这个咱们这个《西游记》的作者他想表达什么呢？你们自己想一想啊。很多搞事情的啊，都是神，有的甚至是神仙下凡，比如说奎木狼啊，对吧？有的对吧？有的就是妖精的什么，说是妖精，就是什么，比如说司机呀、跟班的呀、坐骑其实就是司机的意思啊。好，咱们看一下这个地方啊，牛魔王，这个儿子打老子啊。儿子打老子，这个明显就是有悖于这个传统道德观念。咱们看一下，一个火，一个红。咱们看牛魔王，看他这么说的啊，牛魔王开始说话了啊，开始说话了。无名小卒来日再战，连自己儿都不认识，手里拿个洗衣棒啊，手里拿个洗衣棒，讽刺道家崇尚佛家，不对啊，不是崇尚佛家的，那佛家。我告诉你，我实话实说，你们还真别不信，两家一起黑，相信我。咱们看一下，你老祖宗的72变，哈哈哈！你是他爹，还整个老祖宗的72变，真的服了啊！你管自己儿子，你们俩这是相爱相杀。我跟你们讲啊，这个那有很多妖怪都是在西方佛祖管辖范围内的，犀牛怪呀。对吧？还有很多啊，什么小雷音寺啊，你像这些，对吧？你以为这个对吧？这个所谓的他这个佛家啊，又能怎么样？对不对？没有啊，没有啊。而且你要真分析一下，你会发现啊，黑的最狠的是啥？其实啊，你发现呢，这个道家这边啊，就比如说道家的政权也好，还是说就是神仙啊，说不怎么好，最起码人家还是有体制的，你知道吗？人家还是有基本操守的。就他讲那个佛家啊，就是按照他讲理啊，这个说他是这么说的，他说这个什么东胜神州啊，这些地方啊都是民不聊生的啊，不如我们这儿好。其实当你西天取经的时候，越靠近灵山，你会发现这个越乱啊，各种什么吃孩子啊，各种什么都有，什么挖心抛肝的，什么又开始。对吧？你连观音大士的这个养的宠物都开始吃小孩儿，你怎么说啊？对不对？这东西吧，你们要是看透了啊，这本小说呢，它就是一本讽刺小说，就是讽刺用的，而不是对吧？它就是说用这个神魔这个载体啊，用了这个佛法东渡的这么一个故事，告诉你啊，这个有很多东西啊，你们还是太年轻了，小伙子，知道吧？你们还是太年轻了，没有参透啊，对不对？很多人说，哎呀，小狼你过度解读了吧，是不是太深奥了？来，那个吴承恩说，来，你来写啊。其实吧，还是那句话，可能我想的太过度，但是有的人把它想的太简单。好，咱们看这个火龙，好像跟锤子一样。这个火龙，你看啊，红孩儿为啥速通啊这么快？这打这个火龙实在是太快了啊！你这个真的是。但是呢，它比普通难度的速通还要慢2分钟的啊。好了，看看
这红孩儿前跑的小速度丢的啊，丢的。好了，看看 ，Go Go Go！ 好，乾坤试点斩，一招打到底。好，我们看看捡起来这个小红。他练这个招的时候微笑啊，闭着眼睛，感觉这一个大火屁，你知道吗？就相当于。好，来看看幻魔，这已经是30分钟了啊。好了，看看，关键这个能追地呀，这招啊太恶心了。再来一个火，放小红珠。这个最后一关啊，有4个 BOSS 啊，一个 BOSS 呢是牛魔王，要打2回，还有一个 BOSS 呢是火龙，就刚才啊，还有一个 BOSS 呢就是幻魔和大幻魔。来，再吹一手，没死，几个冷冻。咱们打幻魔的时候啊，大家伙记住啊，幻魔是无论你怎么样，它都要遁入幻境的，所以说你可以选择留一个灭啊，但是事实上你可以把自己变成悟净。变成悟净的话呢，你也可以遁他啊，可以选择遁他，然后呢在遁幻境里打他。但是事实上啊，咱们看看大幻魔这个大蝎子，有的时候发现这个蝎子啊，这个真的是变身大法，好的，真的是变身悟净了，兄弟们，一个珠遁入幻境，好的，我一猜就是啊，这个咱们这个夜虎啊，他开始玩，哎，就是赖大元神。1个兵，2个兵，3深井兵，6个兵撇出来啊，不用多说。然后照射镜，对吧？啊 ，biu biu， 第4个 biu， 好的，一个大元神，直接秒，我操，赖逼啊！好的，唐僧直接从里面爬出来了。按理说是这样的，但是呢，咱们可以看到啊。后面的那个幻魔的喷火装置已经停了，这个小蝎子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他甚至不知道自己的老大已经死了啊，是吧？然后唐僧从里面爬出来了，关键是里面还有袈裟，穿着袈裟出来的啊，是狠。红孩儿可以遁入幻境吗？应该是不能啊，咱们原版人物行。咱们看看这个一个掌印儿，这个6指琴魔啊，你看这个唐僧嘴里面叼个大眼珠子，我操，他怎么想的啊？是狠。好的。旃檀功德佛32分钟啊就通关了啊，可以看到也是感谢咱们的这个业火3灾。